近日，根据印媒报道，印度核武器司令部打算在1周后试射国产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据悉，这是烈火5导弹服役之前的最后一次试射。那么，烈火5一旦服役，对我国有威胁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根据印媒报道，印度核武器司令部打算在1周后试射国产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据悉，这是烈火5导弹服役之前的最后一次试射。不仅如此，此次试射的烈火装备了多个核弹头的战斗部，这可以极大地提升印度的核战略威慑能力。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是印度的 DRDO 组织专门研发的导弹，2021年首次试射并取得了成功。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相较于印度早期的烈火导弹，烈火5采用储运发射箱，方便运输。而烈火5也是使用固态燃料，最大射程相比之前的烈火系列导弹拥有了极大的提高。据称，其最大射程达到了5000公里。专家表示，这基本上将中国全境纳入到了其打击的范围之中。以往印度射程最远的是烈火4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最远能够打到3500公里以外的目标，但是对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则是望尘莫及。而烈火5 5000公里的最大射程已经覆盖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数个重要城市，这些城市均是首次被印度的弹道导弹的射程所覆盖。印方原打算让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打算在去年服役，但是因为疫情影响，导弹服役被推迟了1到2年。印军打算在下周再次试射导弹。据报道，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配备多枚核弹头，总数在2至10枚之间的核弹头，这些核弹头可以分散打击不同的目标，也可以同时向单个目标进行集火打击。印度军方人士也表示，此次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印度洲际导弹的首次的多弹头试射，当前世界主要核大国最先进的技术之一。以往印度的烈火系列弹道导弹只能携带1枚核弹头，打击方式单一，而此次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配备数枚小型核弹头，可以打击多个目标。这也就是说，1发导弹10发核弹头要胜过10发导弹10个核弹头。采用多弹头技术的印度导弹可以极大地增强印度的核打击能力。不过，虎哥对于这方面的报道存疑，毕竟直到现在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印度完成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工作。早在2个月前，印度试射了号称中国版东风 21D 的烈火 P 型弹道导弹。导弹试射完成后，印度宣布此型导弹成功地测试了多弹头技术。烈火 P 导弹在飞行途中向目标分离出了2个弹头，分别射向了2个不同目标。这对于即将试射的烈火5来说，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印方表示，烈火5导弹对于印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也有网友表示，这是印度版的东风31导弹。不过专家认为，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比东风31差远了。首先，东风31是正儿八经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1000公里，而印度的这款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也仅为5000公里。其次，无论是弹头数量、弹头精度和核弹头威力，东风31力压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通常指射程大于8000公里的远程弹道式导弹，因此烈火5导弹根本就达不到洲际弹道导弹标准。按照201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说法，5000至8000公里射程的弹道导弹，烈火5充其量就是个远程弹道导弹。因此目前印度并未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印度核导弹比较大的进步是 MIRV 技术，也称分导式多弹头技术。早在2013年，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就曾经宣布，印度使用1发大型运载火箭，在当天成功发射了数颗卫星。军事专家杜文龙指出，印度的一箭多星显然和分导式多弹头有着紧密的关系。
专家认为，印度烈火5导弹还未正式试射，能否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至于说这款导弹对于我国的威胁还是很有限的，毕竟这种只能在提前测量好的固定阵位上发射的弹道导弹本身生存能力太差，想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简直不要太简单。与此同时，早在2018年印度试射烈火5导弹的时候，央视就立马曝光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反导基地。这个基地装备了巨型的 X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据称此款雷达探测的距离为4000公里，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印度全境。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哪一天印度胆敢对我发射烈火5导弹，哪怕已经升空， X 波段巨型雷达会在第一时间发现、捕捉、定位导弹的位置，然后立即的把烈火5的目标信号提供给红旗19导弹，可以在印度导弹的初始飞行阶段予以彻底的拦截。